最近这2天啊，要说什么军事信息最值得关注，那莫过于我军刚刚开展的新一轮大规模台海训练。因为美国在近段时间以来反复勾连台独势力，并以包括但不限于高官窜访台湾、加大对台出售武器力度、与台湾当局领导人会面等方式来怂恿支持台独，给台当局以美谋独、以武拒统的痴心妄想加油打气。所以，为了坚定捍卫我国的主权利益，解放军在此背景下展开了新一轮的对台环岛演练，参演的东部战区各部队基本是精锐尽出，解放军现役主力先进装备都能看得到，甚至还有一些比较少见、很少公开露面的新锐装备也公开出现在了央视的镜头上面。比如说最新款的370毫米191远程火箭炮，单从规模和火力上说，解放军本次环岛军演等同于上次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解放军开启了超大规模环岛军演，在参演部队数量、涵盖兵种范围、出动装备型号以及演习覆盖范围等几个关键点上都能做到和上次佩洛西窜访后的演习同级。其次一点就是本虎刚也说了，解放军本次环岛军演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及其盟友一直在背后怂恿支持台独势力，给台独势力以美谋独、以武拒统编织美梦假象，此举无疑严重损害了我国的主权利益。所以严格来说，岛内的台独势力实际上指望的是美国下场来救和美军介入台湾，美军和解放军对抗，美军天下无敌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就目前的现实来看，美军在解放军演练开始后的实际行动却是结结实实的打了台独势力的脸，充分诠释了一系列白日做梦、痴心妄想。目前隶属于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正在台东面较远的水域联合日韩两国的驱护舰编队，组成3国联合舰队展开演练。按照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妄想，美国航母既然部署在这么近的地方，整个打击群齐装满员，还有日韩两国的舰船伴随强化实力，那么解放军环岛军演开始后，美军是不是应该展现一下子实力啊，来和解放军掰掰腕子呢？甚至把航母战斗群开过来，可以在解放军的演习划定封锁区内开启实弹演练后，再玩一出航母打击群穿越台湾海峡的把戏听上去不切实际又可笑，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能来相救这件事情上，但岛内台独势力的妄想又确实如此。不过当下的实际情况却又和岛内台独势力的妄想是大相径庭的。现实是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不仅没能接近台湾海域，反而在我军山东号航母编队抵达台湾东部近海，参与到本轮演习之后，进一步远离解放军本轮环岛演习军演所划定的封锁区。简单来说，就是与台湾东部近海水域的山东号编队保持距离。美国人不但没来救，反而撒丫子跑更远了这让此前对美国抱着极大期望的岛内台独势力大失所望整天口头上喊的响给岛内台独势力不切实际幻想的美军，真到了要亲自上场和解放军对峙的时候，反而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那一个。实际上这种情况也并非首次出现，早在上次佩洛西窜访台湾的时候，长期部署日本横须贺港的美军里根号航母当时也处于部署状态，并且就在台湾北部方向的日本海附近徘徊，理论上说是具备靠近台湾近海甚至南下穿越台湾海峡的能力的，这也是当时岛内台独势力所一心期盼的。而上次的结果呢，就跟这一次一样，里根号航母虽然多次摆出南下姿态，来回游弋擦边，但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日本海域。从航迹图上看更是惹人发笑。在解放军当时环岛军演如火如荼，东风导弹飞越台湾打靶接连命中靶标的时候，里根号航母在长达1周的时间里就一直在日本海画圈圈知道是这个美国人又想南下又没那个胆儿，他不知道的呀，还以为这是美国人的航母主轴坏了，转不了弯，只能在海上绕圈。所以说美国人在有军有难不动如山这件事上那都不是第一次了，但就解放军开启环岛军演航母按兵不动这件事情来说吧，这第2次了。至于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原因倒也不难分析。近期不管是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见台湾领导人，还是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窜访台湾这俩人的身份都很统一是共和党人。在明年美国大选即将临近的当下，这俩人撺掇支持台独的行动，本质上那是一种捞取政治利益、拉选票支持率的行动，顺带还能给想同中国缓和关系、加强同中国经济合作，好在美国国内经济危机严重的当下喘口气，回血的拜登以及民主党政府添堵。拜登政府通过对华合作提振经济，从而给支持率回血的计划搞锤。所以美国这一波，它又是会见台当局领导人，又是高官窜访台湾，本质上来说，属于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和大选造势进行的左右互搏。但是政客们捞取利益，美军他讨不着好处啊。任何一方的支持率和选票拉升，他都不会多给美军发你1分钱。相反，如果不负责任的美国政府怂恿台独势力搞政治作秀，最后事儿闹大了，擦枪走火的，那还得美军下场打仗，去流血玩人命美军好处一点捞不到，反而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这种事情被人当枪使还不给好处，搁谁头上谁也不高兴。尤其是现在美国山头林立，派系纵横，自成一派的美军不愿意给政客的行为艺术买单，口头上附和高官政客，实际行动那是能不掺和尽量不掺和的做法，已经是屡见不鲜了。不管是上次的里根号还是这次的尼米兹号，在解放军环岛演练时对台湾退避三舍，都是美军拒绝为政客行为艺术赴汤蹈火的具体体现。往大了说，也是现如今美国政治社会全方位撕裂的体现之一所谓的各说各话，各干各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至于整天白日做梦的岛内台独势力怎么想，美国人不知道、不在乎，更不会感兴趣。